下两支队伍的 BP 啊，蓝色方是重庆狼队 SK 教练，红色方是南通 KO 9进是艾斯教练。你看这一把上来是以常规开局，还是稍微整一下？对，你说这两个教练的话，他们曾经也有过交手。当时艾斯是以选手的身份在 AG， 在2019年的秋季赛，然后 SK 呢当时带着的就是 QG Happy， 是全都是羁绊啊！这场比赛来看一下一上来的班位啊，狼队是搬掉了大司命。大司命的话，就在外面他可以用杨戬或者是圆坦之类。哎，狄仁杰搬掉了，这是要鲁班大师啊！ 这一上来就把狄仁杰给他送上班位之后，这是 B 班鲁班大师。那盾山啊，盾山放出来看看狼队接不接，他不接，直接苏烈，然后把盾给到对面。那 Hero 这边他其实也可以不接，我也不要了啊，看看要不要接吧，因为 SK 是喜欢这么做 BP 的，他不论是在红色方还是在蓝色方，那果不其然，艾斯教练不接，张飞在外面他直接拿了，都是特别有经验的啊。但这样做的话，老实讲，你在蓝色方一楼出苏烈还是有点难受的，因为对面张飞比较好 counter 你，而且对面防守还出了个吃叉啊。平时我们看到很多苏烈加上吃叉直接一起出来，对。然后这手吃叉的话还有个摇摆位，但是狼队也紧接着在发育路位置选择了孙权，回了一手孙权去打到对面的吃叉，对，还不错。 然后中路挂一个沈梦溪，但是沈梦溪的话，你选出来对面是张飞。如果你是一个平局或者逆风的沈梦溪的，平局可能还好，如果你是个逆风沈梦溪的话，你有点炸不动的。那张飞呢，他又会出一个盾救赎，对然后自己还能掏个盾，盾流。对，不知火舞在红色方的3楼再 counter 一手这个沈梦溪，还补了一手阵容的主动性啊。 但是狼队，大家可能会觉得红色方其实在1手跟3手都有点 counter 狼队的1手和3手，但是狼队这个阵容，他其实可以直接打自己的节奏，他的中辅的主动性是很强的。是，还有这一把他在第3手的班位上面搬了一个芈月，那大概率是要出双边了，可能是狂铁之类的。那看狼队这边选择搬掉了关羽，关羽搬掉了，这关羽给到他们后排的限制是挺大的，他这个阵容往前推，对吧？他往前推的话，关羽一个比较好的绕后卫，他们就有点难受。而且关羽是很容易配合张飞，然后直接打一波好团的。对，黑肉把狂铁搬掉了，铁搬掉了呀。那看狼队接下来怎么做了？看黑肉他想选什么？他这个阵容有一说一啊，他2楼位置的吃叉还在摇呢，就是他这个吃叉要。 就是选出来之后，然后同时去搬掉边路，就大概率就是为了去做双边阵容嘛。对，圆坦，但是也有可能啊，就摇到最后突然出现一个老夫子，哎呦，自己搬掉了，自己搬掉了。好像现在发育路你不会这点对抗路的英雄是有点难受。这有时候你的环境就是差，那差没办法，只能用老夫子这类英雄去补一下了。你比如说蒙元、狂铁都拿出来了，那也是没招。夏侯惇，最后狼队还是搬掉了一个打野位，然后司空震 Hero 这边直接出，这样双边就全部定了下来。在5楼的位置，感觉 Hero 如果想要一些偏坦克一些的，只能是阿古朵这类，但是阿古朵现在又是做输出的，但是我们算不上场。对他把打野位藏到了5楼是没问题的。然后狼队这边的话，他现在已经没有了老夫子和狂铁，在对抗路的位置还有个达摩。 达摩这一把选择了白起，哇，上来先来一个白起啊，引领春季赛的潮流的白起。是的，白起加云鹰强度很高，而且是狼队青青和婉婉青婉组合很擅长的英雄，换成娜可露露了。娜可露露的话，就是稍微要拖一下嘛，那上野有点弱了。我会做你所这个强度确实是会低一个档次。对，但他中辅强。 是吧？沈梦溪加一个苏烈嘛，然后去撑他们的其他点。没错，他的2条边线都是需要在前期补一下经济和等级的，尤其是白起这个英雄。选杨戬的话，就是要提一下速率了啊，打对面野河是很舒服的，但是如果你打到中后期，强度就会往下掉。没错，凯也是一样的同理。但洛城杨戬在春季赛虽然拿的不多啊，但拿出来就是1分。看换凯了。 这一手打野是要明显的去补强啊。对，然后凯的话是拿出来，春季赛是4把赢了3把，但有个关键点，你双边的情况下，你再补一个弹野，你伤害量上面会有所欠缺。而且火舞呢，这个英雄又只是打1套，那伤害点就全靠的双边。没错，他这个阵容选凯，我感觉洛城是有进野区的想法的。有的啊。
这把得在前期的时候打得凶一些，然后同时去压制对面的娜可露露的发育。对他一定要把娜可露露这个点给他拦住。如果你这套阵容被娜可露露发育起来了，那就意味着什么？孙权和白起都被带起来了。是。而且这一把白起在开团层面上面效果是很好的，他就盯着对面的火舞啊、吃茶都可以。是，而且你放在黑肉这个视角来看，妖刀这局比赛拿到吃叉，如果是一个常规双 C 的阵容，他打对面，那可能还比较舒服。但这把比赛他射手位是一个孙权，我们不能把孙权当成一个常规射来看。他到后面，尤其是这个版本，他可以考虑出明刀，因为明刀正式服调整之后，我们比赛服还没有同步，所以现在的明刀在孙权这边的话，他还是1.7秒。孙权这个英雄，在我的角度，前期是扛压射打到后期他是个战士，对他可以直接跟你对着冲阵的，对，所以在这方面于妖刀而言，他没那么好的切后排的能力。但是上一场 BO5的比赛，当时他打宗师的娜可露露那一局，其实他用的也是吃叉，他一个非常漂亮的回头一盯住了娜可露露绕后。对，就他很了解娜可露露这个英雄，对，打野出身嘛。是。但这把还是那个道理，就是 Hell 不要让狼队这边拖起来。拖起来这几个点强度太高了。没错。然后就是上一场 BO5的比赛呢，两支队伍刚好打的都是主播赛道的队伍。我们都说狼队的水晶其实只被一个人看到过嘛。那就是张艺涵的程咬金。程咬金看到过狼队的水晶，其他人都没有见过狼队的水晶。而黑肉这边的话，其实他打的有点汗流浃背的，他甚至有一局比赛被对手零封了。就是首先是上来黑肉先零封了对面，对，然后其次在第二局的时候就是被零封，有一些失误吧，然后被对面抓到了机会。就中路那波着急了，盯着传送落点，然后赵云没有扎好，导致把自己放进去，然后紧接着就被碾压了。对，直接被滚到死。然后在交手到当时对手娜可露那局比赛的时候，整个前中期也有一段时间是被运营的状态，对，被远端线牵扯的状态，所以这一局比赛他们也是需要注意好。但好在这一局，九西拿的是不知火舞，他在挑战者杯的5杀不知火舞，他对于边线的分带上是有很强的支援能力的。是，尤其是这一套双边阵容嘛。所以这把娜可露露往往在分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，队友要盯好对位，报好不知火舞的方向。这把打起团来，我们会看到黑友是直接往前冲的。没错，两支队伍时隔了415天之后的再次较量，究竟谁能够拿下胜利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蓝色方重庆狼队，红色方南通黑肉究竟。我是小瓶子，我是鱼鱼，比赛开始。中路线过得很快，3个人过来抱着抢中，所以导致了信和子焕2个人啊，他没办法抢得过。这开局两边在中路先打了一波，但是狼队这边的话，下路的孙权是给娜可露露提了一下速率，所以导致了他是后线。后线的话，妖刀就可以控到这个红隼。对，这个红隼的话，孙权看都看不了一眼。哎，火舞这边主动踢，给一脚，但是信这边是有被动的。打残了，被动不打出来，但是逼出了对面决心张飞的晕眩。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，在2分钟之前不把你所有被动打出来，就把你打残，逼你回家。就是你打残了，效果会更好。是，你浪费时间回家，那这段时间的视野全是黑肉这边的。上路这个空间之灵，自己空下单拿了。主要在前置上面的话，坦然这边也不知道对面娜可露露刷到哪了。对，差不多时间要出来了。下路信过来了，想帮一下，第一视角给到了坦然。他的位置靠的还是比较后的，他知道对面娜可露露是红开的，然后往上刷的。四海城，两位对抗路的选手，他们在这一场比赛一上来用的英雄不一样。一个是坦边，一个是战边，但这2个英雄在线上也刮不出什么东西。对，掀不起什么风浪来，主要看团战。但2个英雄有个共同点啊，就是前期都要发育。这局比赛我们的目光还是聚焦在中野府上。这局比赛白起有想法呀。对，4个人都是看好了狼队。
过来控个赤甲。然后同时空间之灵的话刷新了，来控回来。其实 Hero 这支战队，他们在从去年挑战者杯开始，然后包到春季赛，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感受都是他们打谁都有一战之力。我记得在下路动手了，不住火舞一闪踢完，但这波子焕那个闪现是向前的，但是还好苏烈有一个大招保住了他后退。哎，这个是之前版本的吃叉，那什么西就没了。对。 这个版本的吃叉是把他的1技能伤害整体进行了一个提高，但2技能整体伤害进行了一个下调。对，尤其是第3段的超杀，没错。推回来，纳克多扑一下，不住火舞很灵活退走了。张飞过来挂1保一下。我们刚刚没说完嘛，就是黑肉他们在去年挑战者杯啊，他们从头打到尾，打的全是 KPL 赛道的队伍，就从没有一个是 低级别赛道的队伍来跟他们进行较量的，所以上一届的挑杯于 Hero 而言是一个升级的过程，最终他们是一路打进了败者组决赛。这说明他们队伍还是很有实力的。是。哎，这边布一套，击杀肯定是不行的。现在玩玩打得很凶啊，见人就打。想看看吗？人也会留死。 不过他这么主动的进攻，其实一定程度也是让 Hero 这边进野区的速率变慢了。他就是抓到对面一个单点的时间，然后去打一些状态，然后打完状态之后，对方就不会太过于考虑你的野区。对，然后第一条暴君呢，正好是跟狼队的红 buff 同时，所以狼队选择了放这条龙的争夺。本身野和打到谭野的话，也会选择放。但这一波 Hero 要起下路的节奏啊，妖刀的位置直接断线去了。绝不宽恕。 骗一手，但中路人对中路人都漏了，这有蓝区时间，想进下路这一波断线是佯攻啊，然后直接进蓝区，4个人已经提前靠过来了，白起看这波能不能过得来，路口已经被拦住，轻轻靠过来，纳克多洛挂个1，看能不能技能抢一下，待会直接扑进去把蓝方给抢了回来，抢回来之后看青青能不能走交闪现往回退，避免被集火秒掉，苏烈也过来大招被断了一下。 刚刚火舞的话，他想要一闪去留到白起，但白起就是跑得比较快，我差了点距离。但这一波 Hero 进攻对方的蓝区的话，就是蓝还是被玩玩给守下来了。他是1技能印记挂到了蓝 buff 上，然后一个大招扑进去交成绩。毕竟露露这个英雄的斩杀线还是比较高的。这差点还把下路的塔给带掉了。 目前来看的话，没有限制住对面往往的发育。哎，又动手了，不住后踢一脚打一套，幸运被打出了被动，轻轻过来点灯，泰然4公阵再打2波伤害，黏着凯跟张飞紧随其后，从河道直插过来，张飞大招直接喷到了白起，但白起手里有大招的，不住后再给个飞翔轮阵踢一下，但最终幸没扛住，先倒下了，再来一个2技能，剑落群星配合9级的不住火舞，又收掉了白起 ，Hero 在上路打了一波0换2。 这个时间点 ，Hero 的战斗力是比狼队高的，但刚刚狼队这边他进到对面的红区，对，就是你一个白起加苏烈，然后还有个孙权，这3个点，就只有一个苏烈前期是个强势点，就不像是能进野区的阵容。对，刚刚坦然这个点，他4公阵开大，对面3个没有一个敢动手的，没错，后续就是被追着打，啊，不住火舞的追击能力太强了，是。 狼队现在只能尽可能猥琐一点，然后把自己家的野区过了，让娜可露露这个点不断的去偷一下线。洛城见人就开大，狼队就不敢摸他。就像刚刚雨雨说的一样，你这个阵容要先保发育为主。哇，这一波消耗全部打到了97的身上，这一波很危险。婉婉这一套伤害打满了，但婉婉的经济是没下去的。目前来看，婉婉这边5000刷的还是挺快的。那主要刚刚那一波阵亡呢，也就是2个前排嘛，没影响到狼队的核心。然后露露又来了，再拍一套，见人继续扑。先打了司空阵的一个大，可以反进一波。司空阵这波没大了，看凯能不能保得住。开大招挤上去，苏烈的位置，苏烈拍2个上去顶一下，配合队友一起不住后脚闪现拉开了距离，丝血锁血逃生。这个位置不知道苏烈在草里面去打挺危险的。
不过还好九西手里有闪。对，刚刚是白起的大到了，但是时间不够。现在才7分半钟。对，得等他的兵甲出来。刚刚要是有兵甲的话，火舞肯定是跑不了的。嗯，但是这个动作挺危险的，狼队现在不断的、慢慢的起来了。现在基本上白起的出装选择都是黄盾骑手，因为战斗力强。对，战斗力强的话，然后到第2件装备出兵甲，关键还有一口回复呢。嗯。现在司空震可以跟着火舞不断的去边带，然后抓对面娜可露露的机会。但这个局面拖着拖着，马上，哎，星星已经2件套了。哎，妖刀，这下开技能，一技能定到墙上，打一波，苏烈在旁边给大招，拍2个前排，拦截一下。但信这个位置有点风险，但还好有2技能拖住。但是张飞过来跳进去打一波，打出了信的被动，白起赶紧点3灯，站起来之后。旁边娜可露露直接打张飞，逼了张飞的大招，白起一个2技能勾到了司空震，司空震已经拉走到队友身边，但中路这波兵线进去，不过还好防御塔把兵线给清掉了，吃杀再给一发2，双方最终是不了了之，交换了一波技能。这一波是妖刀的吃叉在红背的位置，自家红背的位置抓到了对面婉婉的机会，然后先打了一套，把娜可露露打残了，就变成了黑肉单方面追着狼队了。对，后续洛城他卡住了蓝区的口子，不断往前。9分钟的这条小暴君被狼队拿到，洛城开大继续往前挤，司空震开大招，这一波是想要留白起的，白起交高白嘲讽越墙想走，但有点难走了，苏烈给个拍了一下，但齐军以一个1技能回了一口，而信也有2技能想走，继续往前追击，不知火舞一个非常标准中踢死了信，还是留了一个下来。这一波信他不死的话，那死的就是白起的，对，死的就是青青了。对，他肯定是要。保他嘛，是把白起保下来。白起这个点作用还是比苏烈会大一些的。但这几波我们的确看到了 Hero 很敢打，很敢进攻，但是经济啊没拉开。是的，反倒是狼队这边的经济稍微高了一点点。就你3个人头拿下来之后。你防御塔上也占了一座防御塔的优势，不过最终下来你还占了一条龙的优势。其实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 Hero 这套阵容嘛，就是弹野加双边嘛。对。婉婉又来了，这个位置，哇，有，哎呦，单杀吗？这波。这露露的伤害有点太高了。对，一个1技能给他收尾了，提前做了个吊点，张飞大招喷一下，司凯进场，司空在侧边，对，被控了一下，而且能勾回去，我们再补伤害，将坦然也给收掉。而妖刀这个位置已经不是很好在追击了，给了一发2技能，效果一般般，只能退了。这一波团先是婉婉单杀掉了对面的火舞，然后紧接着后续 Hero 在4打5的情况下还要接团，然后就被不断的击溃掉了。刚刚坦然的司空震。就是大都没交出来的时候就被直接控到死。没错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波，这一波是直接位移过去，大2、1，哇，这个血量直接处理掉了。这么一看，娜可露露现在发育的还挺超标的，伤害很高。现在在叠破军，他出了个剑盾。其实这一整局比赛的前10分钟啊，婉婉见到九西他都是不惯着的，见到就打，见到就打。前期伤害不够，但是也能打半血。娜可露露扑到一个目标之后，他会减伤。对，哎，这波洛城先被打了半血以下才开的大招，苏烈一个大拍到了多人，白起再给一个嘲讽，大闪朝3个2技能拉回来，将洛城的凯给留了下来。不之后1技能提进，他自己瞬间被融化，吃杀这个位置也扛不住，也被拿下。婉婉交大招撤走没有倒，但剩下来的坦然也无力回天了。一波狼队打了个0换5，团灭了南东黑肉9进。那可以紧接着把对面的野区全部收掉。先是信的苏烈的大招，然后紧接着黑肉要退的过程当中，轻轻一个大闪给3个人全部控住。就这种团，这个娜可露露在团里面太过于游龙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露娜呢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画面。哦，这一波是上一波的，对，司空震到最后死了才开出大，没错。但这一波大团打下来，狼队的经济就止不住了。
这竞技差刚刚还是处于一个大概持平，领先个小几百块钱的状态。Hero 这套的话，在这个时间点劣势了大波动对面，尤其是白起。然后同时纳可露露这一把经济特别高，就他能做一个主动的先手上去打一套，然后骗对面过来开塔。没错。然后后续就到了白起的机会了。然后道仔他现在也已经马上出第4件了，当他破晓出来的那一刻，他就变成战士，冲进人群开兵甲。 现在纳可露露还补了个魔抗，有伤害有坦度。道仔这一次挑战者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死过。上一场 BO5的比赛他是17-0-17，这局比赛目前也还没有阵亡过。但这一把打到这个画面，其实他不想死还挺难的。哎，对。 可以推了，他自己不上头不往人群里冲，他是很难死的。就他现在只要找到一个绝对上去能收割的环境，再出手就行了。因为在前置方面，他也不需要他这个点有太多的输出量，就包括沈梦溪和纳可露露以及白起这3个点都已经能够把对面打得残血或者直接死掉。他在旁边一直给2，给普攻，对，一直耗对面人群里甩个1，是就打满 AOE。Hero 自己就会走开了。 他不可能站在他1技能里的，但是旗子往这一插，凯没状态了，中路龙兵进来，中下双高全破，上路线堵掉，收一波 Hero 的野区，然后再回去开一条暗影暴君。这条龙看 Hero 敢不敢出来接啊？狼队有可能就是用这条龙当做是一个诱饵，然后开一波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 这一波标记是没打上，是打上标记的话，很有可能九息直接没了，就说不定后面要么就是 B 九息闪，要么就是再跟个1，就跟刚刚中路那波秒他一样。对，这条龙，纳可露露打得太快了。现在白起这个点是 Hero 处理不掉的，但关键你看婉婉的装备，他还求稳。 就是他伤害量够的，是的，他大红刀加暗影战斧加破军3件大输出装够了，然后1个黄盾加魔女斗篷顶魔抗，这对面想要秒掉他是不可能的。现在看白起蠢蠢欲动，想开了，凯的大线被逼出来。 张飞喷大招，但没有人可以再往人群里进，这样只能眼睁睁看洛城自己阵亡。而叱咤这个位置进人群也被纳可露给扑死，拿到了双杀。4公人直播想进场，最终被道仔给拿下，坦然倒地。纳可露再扑一下，再接一个普攻，如果我退回了泉水，再踢出来一脚，但是婉婉根本就不依不饶，最终一波拿下比赛，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拿下第1局。 这一把重庆狼队打得太有纪律性了。整局比赛看下来，就只有进红区那一波，对，出现了一些小问题，但整。